这个危险了，这个危险了，基本上连续的重拳雷雷了，20多次的重拳，手拿起来已经没有机会了。眼前这个正在暴打中国小伙的家伙，就是连邱建良都不敢惹的荷兰拳王克劳斯。此人来华9年，击败过上百名中国选手，曾经更是一夜之间连续秒杀3名中国小将，从此一夜成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拳坛魔王。就连日本拳王磨沙斗和泰国天王波球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他也曾毫不避讳地在媒体面前嚣张放话，称中国人只配吃他的拳头，当他的沙包，永远别想战胜他。然而有这么一位中国小将，他偏偏不信邪，不仅向克劳斯发起了挑战，更是当众表示不打死绝对不罢休。他就是中国军人拳王周志鹏。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场非常精彩的中荷对局，中国大战荷兰。好，我们看比赛开始了。红色拳套的红方选手代表我们中国红，他就是军人拳王周志鹏。本场比赛，周志鹏观众朋友们也是死战不休。他表示今天不打废这个克劳斯不打死这个克劳斯绝不会善罢甘休。看来今天周志鹏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啊。好，再来看一下蓝方选手，他就是荷兰的不败拳王克劳斯。那么赛前想必介绍的也很清楚了就不多说了。那么他是9年来中国9年，打了上百场比赛没输过。是关于这克劳斯他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口水去介绍他过去的辉煌经历，因为在拳迷和格斗迷眼中，他就是曾经神一般的存在。他名下有一长串。双方的身形已经很明显了，周志鹏要比这个克劳斯这明显要小了一大圈这不是小一点点。这个年龄可以说是相仿。所以说对于周志鹏来讲呢，本场比赛我们也是跨级别跨量级挑战对手。那么在这个时候，克劳斯为初代的两个人都是当打之年，周志鹏33，对方的话是34这都是男子选手当中呢这最巅峰的一个时期了。不是一个搏击时代，克劳斯应该成名正局，早得多得多，没错。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周志鹏以及重击打中了这个克劳斯，其实双方这个风格还是很相近的因为周志鹏曾经是这个拳击的冠军拿到过世界军人拳击的冠军。对战克劳斯最主要的就是节奏。那么之前很多中国选手输给了克劳斯很简单他们的节奏感呢都被克劳斯带跑偏了。是10月份击败了一场对，最近击败了一个有过48场职业经历的。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周志鹏呢，他这个意志坚定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打法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双方又进入了王老师说的这种中近距离的高手对决。一般这高水平的都是打中近距离，因为在这个距离，如果自己把握的好的话，是非常容易对对方进行重击的。对。而且目前来看，周志鹏的防守做的也不错，没有给到克劳斯呢任何一个机会。但是当然，周志鹏今天的这个进攻攻势上打的也不错。相较于之前的这个和克劳斯交过手的中国选手来讲呢，这已经是目前打的最好的一个了。比赛，我们都知道克劳斯曾经在我们的2013年曾经1挑3，就是用这种斜上勾拳的击法，而且那一场比赛就是周志鹏小心。这一家应该是有挂到周志鹏当兵已经是有6年的年头了所以说呢是个老兵。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也打过一些很多高手比如说韩国巨人崔洪万，我们也打过。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打得非常精彩。周志鹏攻守兼备，让这个荷兰的拳王克劳斯是完全找不到任何办法这个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看一下周志鹏能否在第2个回合 KO 对手。好像每次备战的时候，他都把这个训练安在老家山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周志鹏也是一个湘西的，现在说在湘西报湘西的苗寨里的一个青年，非常有霸气的一个拳王。这场比赛相对于前面的比赛好像没那么激烈，但是好，我们看一下比赛来到了第2回合，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周志鹏，蓝色拳套克劳斯。对方是一个有着对华极其丰富经验的选手，来华9年打了上百场比赛。那么用他的话来说呢，说打我们中国人就像打沙包一样，绝对不可能打得赢他。所以说本场比赛我们的
军人拳王周志鹏就忍不了了啊！你凭什么说我们中国人不行？这场比赛，周志鹏还是第2回合，我们看攻守兼备啊，有进有退的一个打法。而且在拼拳的时候，我们看周志鹏啊也完全不虚对方，这一点很重要。之前有很多中国选手和克劳斯拼拳啊，的确拼不过啊，因为对方的打击密度很快，而且立体式的打击啊，他不只是打你上面啊，他上下左右啊前后都打。就是在这个第2回合开始进入自己这种立体性打击。对，第1回合更多时候是试探，心里有底的这种有经验的老选手，通常都会对如果没交过手的选手都会在第1回合进行试探啊，有掌握。我在这个赛前呢，就是见到周志鹏，我问现在状态，现在身体啊就像有炸弹在里边存着一样。我说我现在就尽量再静起来，让自己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都放在这里面。还是今天日本的火力确实不错，刚才这克劳斯这个击打的部位有点不准，打到这后脑，然后提手。好，那据说这场比赛武僧一龙啊正坐在台下，观众朋友们，正在观看本场比赛啊，可能是想学点东西。当时呢，这个武僧一龙啊，很多人呼吁他去挑战这个克劳斯，他一直想办法这个避战啊，不打啊，要不说自己身体不好啊，要不说自己的这个想打别人啊。总而言之啊，一直以来就没有打过克劳斯。两人对攻的时候，他那个上勾拳啊，对周志鹏腹部那个打应该还是很重的。刚才那两下，可以说双方，特别是周志鹏啊，在腿法上其实不对克劳斯造成特别大的伤害，或者对克劳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原来是拳击运动员出身，漂亮，互相控制。克劳斯这几个面对周志鹏这个有节奏的左右打击的摇闪也是非常不错，漂亮，非常的有自信。这种出色的拳击素质啊，真是让我们感觉现在的中国选手已经上了很高一个档次。是的呀，对战天王级的人物克劳斯啊，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能打出这种局面。那王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选手为什么突然这么快的能提高一个这么高的档次？我觉得还是一个这种赛事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这样赛事的平台，一个经验啊，包括一个氛围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训练条件，包括引进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训练技术啊，种种原因，包括现在呢，主要是一个运动员的态度上啊，心得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啊，还有一个就是对自由搏击的理解，我觉得更深了。现在慢慢的，由于我们这个 WF 的这个平台的产生啊，也让更多的观众或者更多的选手走进了这个自由搏击的这种训练和比赛当中。是的，我们看双方的拳法是有特点的，克劳斯只要上面打不住，马上进肋；而周志鹏只要外侧打不着，马上进入直线的上勾。两位选手这个变化都非常的多啊，变化非常的快，掌握能力也非常强。对，我觉得周志鹏不应该这样跟这个克劳斯拼，这是克劳斯的阵地，克劳斯的领域。克劳斯他就擅长于这种面对面正向的这种进攻。没错。他这个克劳斯左右侧爬没有，这时候我觉得周志鹏其实可以往外走一走啊，左右晃一晃。我们可以说，去年克劳斯输给伊萨，就是因为伊萨的这种连打带闪的这种风格，让克劳斯抓不住，所以才让克劳斯没有了力量。如果要好，观众朋友，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了。那么前2个回合，周志鹏呢都是拿到了优势，小优势，但是也不错了。要知道，在此之前啊，中国选手挑战这个克劳斯啊，不是被 KO 啊，也基本上就是被打残。好的，对方冲过来的一瞬间啊，周志鹏很聪明，立马进行搂抱来缓解战力上啊对方进攻给到我们的压力。不仅有战术啊，还有它的特点。好，你看这个防守也是很紧密啊。而且周志鹏呢，当兵出身，所以说体能这一块绝对是不输对手的。他的技术还更多一些啊。第3局因为很关键了，所以说2个人都想抢这种点，反而2个人移动少了，移动少了，都想去来打这种阵地对攻，阵地对攻的。但我感觉阵地对攻好像克劳斯越来越有点抓住感觉的这种样子。但是克劳斯的体能上出现问题，一定的消耗。况且今天他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也比以往稍微慢了很多。我觉得志鹏啊，确实在这地方训练确实有取得很大的效果，准备啊特别充分。现在体内的这个炸药已经开始狂轰滥炸的宣泄出来了。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知道周志鹏他是一名意志品质非常顽强，而且抗击打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到迄今为止没有被击倒在这个搏击擂台上，没有这种场面啊，没被 KO 过。
双方都是这种擅长坦克推进的这种选手，所以这场比赛让我们看的啊，就感觉是满天飞的都是刀的感觉啊，应该都是炮弹吧？这个是拳炮太正了，双方全是正拳开路。好，我们看比赛第3回合，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周志鹏也不开始防守了，殊死一搏。这时候把克劳斯压在笼边，做了一个困兽斗啊，关门打狗。这是克劳斯很熟悉的招式，但是今天呢被周志鹏啊这个学了过来。擂台上的这个常客老朋友了。这次他的短裤上出现了我们中国国旗，我们也觉得克劳斯可能体会到我们观众的这种热情。双方在这个最后这一回合已经可以完全宣泄出来了。这个时候双方体能都下降，这个时候就是完全拼这种一直在撑，在撑。那王老师，您看现在这个谁比较有优势？我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双方，我更希望他们有加持。我觉得在这个7合1 3场的综合来说，3局的综合来说，我觉得志鹏今天发挥的不错。对，然后况且在得点上，在这种场上的这种那个啊，进攻的赛结束了啊！但是我觉得周志鹏已经完全提升到了另一个档次的选手。没错，真是太精彩了，这个太棒了！我觉得是我。好，观众朋友们，在比赛的最后一刻，双方是玩了命的拼拳啊，都想在最后一刻KO 对手，或者说呢拿到更高的分数优势。好，本场比赛3个回合结束，那么周志鹏和对方啊这个荷兰天王克劳斯血战了整整3个回合，打的的确是荡气回肠，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周志鹏的分数啊会更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打击啊很精准，而且防守做的也不错。但是还是要看一下最终裁判的判罚。Three has it 29-28. For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好，没有错，恭喜周志鹏，恭喜军人拳王。可以直接结束了。他是连张志磊都不敢惹的中国拳坛泰山，身高2.3米的他就像一座人形大山。身形甚至要比韩国巨人崔洪万和中国炸弹张志磊还要更胜一筹。别看那5大3粗，却精通太极、散打、跆拳道等一系列格斗术。在拳击擂台上的他，更是凭借一双铁拳大杀四方，任何对手在他的面前都显得无比的渺小，通通被他打到哭爹喊娘。他就是人送外号泰山的中国巨人拳王董建军。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巨人拳王董建军横扫国际擂台的珍贵影像。往往看比赛已经开始，白色拳套的中国巨人董建军大战黑色拳套的伊朗拳王，身高1.94米的阿卡巴尔。我们看对方的话，身高也不矮啊，1.94米，但是和董建军比起来，这个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卡米上来呢，试图采取闪电战，想打中国的泰山一个措手不及，但泰山真的是身高体壮啊，所以他面对对方那种局部战场的进攻，应该说还是有足够的抵御力的。卡里米自己速度太快，都丢失了重心。泰山刚开始抓住了机会，利用对方出拳之后紧跟着一次反击，单拳就将对手撂在地上，对手摇摇晃晃。卡米恩再给他独他示意还可以继续比赛。这样我们场裁判庞洪涛给这个伊朗泰烈下面，但是他我估计已经站不住了。这个比赛可以直接结束了。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第一场比赛非常的痛快。那么这个伊朗拳王打算采取个闪电战，但是没有想到在董建军的面前啊，他就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个玩笑。我们会想到会打得简单，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我们看这一拳，哇，我感觉对方的脖子都被打断了，真的被打断了。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场比赛，董建军2.13米大战1.90米啊，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战。好，与之前的比赛不同的是，这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董建军啊，我们3前也说过了，他精通散打，自由搏击、跆拳道，所以说拳腿功夫呢都很厉害。
好，本场比赛我们看一下黑色拳套啊，白色裤衩。哦，要小心，这个家伙来了个舍身踢。哦，他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特种兵啊，米歇尔。那么赛前这个米歇尔就表示说呀，说中国人无论长得多高啊，就算是3米高，也是东亚病夫，也是不抗打的软骨头病秧子。他表示今天要踢断董建军的双腿。所以说他选择了最核心的规则，但是他没有想到啊，董建军的腿法也很厉害啊，我们会散打。这是一场恶战的。好的，推开的做，不要跟他对拼，对，拉开距离。好的，泰山这边刚才是高边做出来了啊，挨护手就可以。这几个地边啊，应该说还是相当有危险。对，自己的对自己这个训练呢，相对来说比较自信。好的，刚才这腿打得非常有力量。又是一下，后手跟上。好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清楚，董建军在打拳击赛之前啊，实际上他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啊，打篮球的。和姚明呢以前还是队友，但是后来他发现有非常多的老外来中国踢馆，所以说他从这个篮球啊转战到了拳击。而且董建军的出现也是让这帮经常认为我们中国人瘦小的老外啊也是傻了眼。董建军对于老外来讲呢，我们就是最高的山，最长的河，是一座无法逾越的泰山。拳上啊，这个迎击和反再给一拳，再来一拳。啊，这读秒，对，读秒。大的这种压迫之下呀，他是还是跑快了，跑扭伤了。看看是场上看能不能够适应，能不能坚持。这幅度太大了，这个土耳其伊布拉辛，对，这会儿才能寻找到更有力的战机。好的，这首场秀看来泰山真打的这样就不错了。对，再跟一拳。王博看不行了，哈哈。观众朋友们，这个美国特种兵米歇尔不行了，他被董建军踢折了一条狗腿。那么赛前他狂言说要踢废我们，但是没有想到啊，自己先要报废了。还挺快啊！你看，意识到了自己在场上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对，现在如果是痛失这种优势的控制呢，那么对他来讲也会下去非常惋惜的。对啊，对。再压迫，再来一个小高潮，马上时间快到了。这腿受伤还是被击倒呢？因为现在在这个猛攻之下呀，必有所失，也必有所得。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美对局赛前对方扬言是要踢折我们的腿啊，结果呢偷鸡不成18米。赛前牛皮吹得有多狠，那么现在的他就有多狼狈啊，有多么的惨。而且有一点我们没有想到啊，董建军这么高的身材，他的腿法会这么凌厉，这么厉害啊，这绝对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好，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依旧是由董建军大战一个美国选手，而对手可比上一个要厉害太多了啊，因为他是美国的总统保镖艾利克斯。好，我们的比赛开始了，红方选手黑色裤衩，这个家伙就是美国的总统保镖啊，艾利克斯。而蓝方选手红色裤衩便是董建军。这场比赛也是在上一场董建军获胜之后啊，美国官方赶紧安排了第2场，很想报仇，很想把这个面子找回来。而这个艾利克斯也吹牛，会说这个会像用拖鞋拍蟑螂一样啊，打倒董建军。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究竟啊有没有这个本领。很明显了，这场比赛对方的艾利克斯啊，身高依旧是不如董建军，没办法了。据说美国官方当时是找遍了整个美国职业拳坛啊，硬是没有找到一个啊能和董建军相媲美的这个身高的选手。没办法，的确是很难。You could tell Rodman didn't like the way that one felt. He ran his way in and smothered. Tyshawn starting to establish that jab, which for a guy his height, obviously... It's like a power punch. Yeah, it will become like a power punch, and also it'll establish some kind of rhythm. 哇哦，不会吧？哦，
观众朋友们，比赛开始还不到一个回合的时间，我不会这么快就要 KO 吧？我们看对方埃里克斯并没有选择投降，还想打，但是董建军啊给不给你这个机会，我们就要看接下来的比赛了。好漂亮！哎呦，前后差了几十秒。裁判也是毫不犹豫，又送给对方一次读秒。On a 5-fight losing streak, he's been stopped in 4 of those fights. But he just loves to fight. Former MMA guy. Just wants to fight, he said. As these guys go toe-to-toe here. And he's just picking up in the second round. He's trying. You got to give Rosman some credit for the effort. Rosman is a former bodybuilder. And there's another jab. 没有错，这是本场比赛的第3次击得好。我的天哪！这埃里克斯，美国的总统保镖已经被击倒3次了，但是我们看他还是一脸不服的样子啊，应该还能打。Here in the second round, almost at the head. Tyshawn up. Let's see if Tyshawn can work off the back foot. And finally, Rosman lands a shot. Yeah, he lands a left hand. The thing about Rosman, he's sucking wind and throwing all these haymakers is only going to make him more tired. See what happens if Tyshawn does land. There's a right hand that you just called it, Paulie, and drops him. Right on the top. 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结束了。短短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董建军连续6次击倒了这个美国的总统保镖埃里克斯，完成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这是董建军晋级美国拳坛获胜的第2场比赛。这也是董建军的成名之战啊！要知道这击败的可是总统级别的保镖。好，非常的轻松。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是第一次。他是我们中国的花招天王，空中360度侧空翻，这一招不仅打得小日本一脸蒙圈，就连我们的中国观众啊也是一脸不可思议。谁也没有想到打日本人竟然还能如此的赏心悦目。他就是打日本人从来不心慈手软的抗日奇侠李连邦。提日本，一提日本我就来劲儿。我也想过去日本好好的打一场，使劲的教训他们一下。对于李连邦来讲啊，小日本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永远秉承着来一个打废一个，来2个打废1双的原则，绝对不会让任何一头小日本子站着走下擂台。而且为了能够使打小日本更有劲儿，为了增加爆发力，他甚至每天都会吃掉1盆大蒜，随时保持着战斗状态。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李连邦今天的第1个对手，来自日本的第33届空手道大赛的冠军和田祥司。知道的明白他是穿了一身道服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家伙刚出完丧事啊，好像穿了一身丧服啊。我们再看李连邦，为了打日本人，他这身行头啊相当的霸气啊，这是齐天大圣啊，手持金箍棒。这金箍棒啊，观众朋友们专打妖魔鬼怪啊，所以说呢，打小日本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赛前数据面板：1.75米对战1.68米，1.9米的臂展对战1.68米。在年龄上，我们23岁对战33岁，对方比我们大了10岁，但是在身高和臂展上来说呢，李连邦更有优势。好，比赛开始，闲话少说。64公斤级的超级战，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大家好，我是蔡志贤。这场比赛是红方选手李连邦对阵来自日本的和田祥司。是的。李连邦是由阿福伯吉派出来的第2位强将啊，也是网络上最红的 IP 啊，他的粉丝已经到达250万，他的作品点击率超过7亿次了，所以其实在路上太多人认识这个李连邦了。太厉害！他今天的出场也给大家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是，以前我没看过他这样出场的。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看小日本在李连邦的面前整个人看起来是软软绵绵，而李连邦也许是大蒜吃的比较多啊，你看整个人呢是相当的硬朗了，很有男子气概。他的出场选择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音乐出场，其实是和他俱乐部的这个 logo 是契合的。是的而且这个李连邦是专打日本人的。这边比赛开始还不到2分钟1分010秒，小日本已经不行了，已经受不了了。不知道是李连邦的拳太重，还是李连邦这个大蒜的气息太浓，给这个小日本给熏懵了。好，没问题，他选择继续战斗，还行，还挺有骨气。这怎么刚站起来就倒了？好，第2次读秒。
这应该是要结束了吧？哦，看情况他还想打，难道非要被 KO 他才心满意足吗？而且这次李连邦的重拳是由何志伟教练呢亲自调教的。哇！白毛巾。好，比赛结束了啊，这个真是活该啊！你不被 KO 啊，自己心里不痛快啊。好，我们再来看第2场，李连邦大战日本选手的秀亮啊，没错，他呢是今晚李连邦的第2个对手。你没有听错，李连邦在今天晚上要一口气打2个。主要是上一场比赛打得太快啊，这李连邦还没出汗呢，比赛就结束了，所以说呢还没打过瘾。第2场赶紧接上。组织反击。今天因为他知道呢李连邦的速度很快，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而且不断的移动。哎，这怎么比上一个还要不抗打呀？这才开局还不到30秒，我们看日本的秀亮啊，已经是被读秒了，眼神涣散，但他依旧表示我还能继续战斗。在赛前，秀亮就说李连邦速度快，攻击力量大，没有缺点。然后他就说拼命移动，以免挨打。所以他现在赶快移动了。当然李连邦也打准一点，再打准一点。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秀亮的体能能不能够支撑他。哎呀，哇！快速的去躲开李连邦的进攻。其实很多观众觉得是不是日本选手不经打，其实没有，是因为李连邦的这个身体素质太强了。对。哎，又是一个观众朋友们被打倒2次啊，仍然不认输的日本选手。绝对是和上一个一模一样啊，被干翻了2次，仍然不服输。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而且说到降重能力，李连邦平常就体重71公斤，从71降到63了，所以他占有很大的优势。对，降重能力强。加油！哎，观众朋友们，非要被 KO 不被 KO 啊，这帮小日本心里边不得劲儿。好，2场比赛都是在第1回合啊，都是3次击倒，总共的话是6次击倒。李连邦太狠了。好，李连邦的第3个对手来自日本的龙口修身，对方是一个地面和摔跤的高手，而李连邦呢自然相反啊，他是一个站立系的高手，擅长拳腿功夫。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李连邦来讲啊，做好防摔啊是最大的一个考验。这日本选手之前是学武术道的。对，好接腿，一摔倒，我们看在绳圈边上。好，裁判李连邦是插出去了啊。不过日本选手是拿住了双内把，这个把位对于摔跤系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容易摔倒的啊。我们看裁判怎么判啊，分开了，在绳圈边上没有继续做出效果。这个如果是在笼边的话，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对，笼内技术的话是不可以因为技术来终止比赛的。刚才暂停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给了李连邦一个很好的机会。后手还是比较的坚决，因为日本选手还是规律。宝华泽后腿拳前摆，到了一个折交位啊，从内外把交叉位这个位置说不出来谁比较有优异性。这场比赛很明显，相比前2场来说呀，打得非常的难。我们看对方呢，像一块像一块这个嚼过之后的口香糖一样，很恶心，粘住了我们。而且这个小日本的抗击打能力很强，刚刚在战力层面上已经吃到李连邦啊多记重击但是他现在依旧是像没事人一样。前2场比赛李连邦打的是纯战力规则，自由搏击，而这场比赛是综合格斗规则啊，可以打地面，可以打摔跤。他眼睛比较贼。是在李连邦出动作之后，马上要找机会近身，要背负头嘛。李连邦这个把力是拿了特别的优异，所以在摔的时候比较费劲。我觉得他一直没有拿到全把位，是少半个把位。对，半个把位。那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如果力量差距不大，特别是我们散打选手，很多人说散打选手是站立系的，但其实散打选手有大量的这个防摔的经验啊。对。所以日本选手只要感觉到你没有顶过我胯，我就来一定性。好，紧出，又一个海式的进攻，李连邦没有，李连邦刚才其实是拿到了一个双内把，但是他放弃了，在这个把位的抢夺上并不是很明显。
现在李连邦啊，的确是有点进退两难。有了刚刚的经验之后啊，他也知道不能够离这个小日本太近，但这个距离啊拉得太远的话，对李连邦来讲也不太好啊。自己对犀利的重拳啊，也没有办法去够到对手。对方呢也深知啊李连邦重拳的厉害啊，所以说也压根儿不和我们来拼拳，也不来换拳。他就是在无时无刻找机会把李连邦，你看，无时无刻都在找机会把李连邦拽倒在地。这场比赛的确是有点难打了。前后手打到了，时机把握的特别好，低扫。在战力方面，日本选手没有办法跟李连邦对付。对，又一个后手，被日本选手古井中马上逃出来了。李连邦现在的状态越打越好。对，这个节奏慢慢的找到了。好，日本选手后手前手，李连邦顶到，拿到了一个单把位。我也没有看清楚他这次是不是他自己把自己挂在这个绳圈里边了，两个手打扣正好搭在了这个绳圈中间，必定会被裁判分开的。说到打日本人的好手啊，我相信观众朋友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中华虎杨建平，而杨建平对于李连邦的评价呢是相当之高的啊，因为他在李连邦的身上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身影，就是说啊打日本人，哎呦你看重拳。的确是够重，就是说打日本人的时候呢，他不心慈手软哦，放倒了，连续的锤击，但李连邦呢也不敢轻易的压上去，因为地面战的话是一个深水区，李连邦他并不是很擅长，而对方也有恃无恐，躺在地板上干脆不起来了。日本选手在等他下来，但这个李连邦这时候可以往后退一退，可以往后退一退，让对方站起来。如果打地面的话，我们看明显李连邦虽然做了一些动作啊，但是效果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特别是踢珠穆姿势大腿，踢对方大腿这个部分，被对方有很多次用脚挡住了。对。好，第二回合还有10秒钟的时间。哇，李连邦做了一个侧空翻，然后依然没过来，被截在了中间。这个动作还是做得很漂亮啊！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李连邦呢并没有如愿以偿的 KO 对手。对综合格斗的规则啊，李连邦还需要熟悉啊，这是他第一次打，之前打的都是纯站立规则。我的膝窝，如果认为没有办法比赛，可能会叫停比赛。对，扔白毛巾了，可能扔白毛巾了，要扔了，扔白毛巾了。好的，那么这场比赛李连邦拿下了，其实李连邦的表现也非常好。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的结果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料啊，那这个结果就是说呀，日本选手他认输了，扔白毛巾不打了。这种终结方式呢，在我们的专业术语当中叫做医疗叫停啊，可以理解为 TKO， 也算是一种 KO。那么恭喜李连邦3场比赛拿下3个小日本，观众朋友们够不够精彩？够不够给力？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